移动平均线是把每天的价格摊平，看懂市场走势的方向与节奏，代表一段时期内市场参与者的平均持仓成本。以 MA20 为例，把最近20天的收盘价全部加起来，再除以20，画成一条线，每天都更新一次，就是移动平均线。常见的 MA 各自代表什么？ MA5 情绪线很短期， MA20 月线市场节奏， MA60 季线中期趋势， MA120-240 年线大方向。线的周期越短越敏感，线的周期越长越稳定。移动平均线不是预测未来，主要是帮你解决3个问题。一、判定趋势方向，价格大于均线且均线向上，意味着当前价格高于这段时间的平均成本，市场可能处于强势上升趋势偏多，想的是怎么守，不急着卖。价格均线且均线向下，意味着当前价格低于这段时间的平均成本，市场可能处于弱势下跌趋势偏空，想的是要不要等，不急着买。价格围绕均线上下波动，均线平走是震荡盘整。投资者常犯的错误，看到价格跌破 MA 就恐慌，看到站上 MA 就追高。 MA 是方向盘，不是油门，正确用法是用 MA 帮自己冷静，不是刺激自己。 MA 不告诉你赚多少，它只是提醒你别逆风划船。2、提供动态支撑与阻力，在上升趋势中，均线尤其是长期均线常对价格回落构成支撑，在下跌趋势中，均线则常对价格反弹构成阻力。3、发出买卖讯号透过交叉，就是黄金交叉和死亡交叉，是移动平均线最经典的应用之一。下面故事会说明。使用 MA 的重点提醒，所有数据都来自过去，它揭示的是已经发生的趋势，而非预测未来。它是一个跟随者，而非引领者，是滞后指标。周期如5日、20日、60日、200日的选择，决定了你观察趋势的时间窗口。周期越短，对价格越敏感，波动越多，越适合短线。周期越长，越平滑稳定，越能反映大趋势，适合长线。在没有明显趋势的震荡市中， MA 会频繁失效，必须结合成交量、趋势线、其他指标，如 MACD、KDJ 以及市场环境来综合判断。总之，它像一张市场的趋势地图，帮你顺道看清方向，但它告诉你的永远是我们刚刚走过的路况如何。至于前方是直路还是急弯，你需要配合其他工具一起观察，不能单独使用。 MA 纪律操作表格内容说明有档案可下载，目的不是为了抓高低点，而是为了照规则做，不后悔。只要填表，不用猜行情，冷静投资。日期双响后会显示月历表可选择，不必手动输入。收盘点数上面会自动产生，方便手动输入。 M20、MA60 加在 MA 上下 MA 方向等都有下拉式选单可以选择，不必手动输入。市场状态判读，我的动作、允许行为、禁止行为等都会自动判断产生资料。行为对照表防止手痒。多头价格大于 MA 向上时，允许行为分批持有续报，禁止行为乱卖。转弱价格 MA 走平时，允许行为停止加码，禁止行为抄底。空头价格码 MA 向下时，允许行为等待现金，禁止行为逞强买进。情绪查区很关键，今日情绪栏位有下拉式选单可以选择，贪婪、焦虑、恐惧。请记得，情绪不是操作讯号。建议每周检讨本周是否完全照 MA 纪律，破坏纪律的原因是什么。下周唯一要修正的一件事，纪律提醒贴在最上方。我不预测，我只跟随，我不急，我照表走。下载后可以在 Google 试算表中编辑，每天3分钟填写即可，连续30天后
纪律会自然形成。让我们用故事来理解 MA 及其交叉的奥秘。故事1：老城面包店与2只顾客长龙。小镇上有一家老城面包店，老城发现透过观察店门口2条不同的顾客队伍，他能神奇地预测面包是该多烤还是少烤。今日尝鲜队短期队伍5日线由最近5天才来买过面包的顾客组成，他们敏感、活跃，口味变得快。老街坊队长期队伍20日线由过去20天经常光顾的老顾客组成，他们稳定忠实，代表小镇的长期喜好。老城洞见短期队代表最新的风向，长期队代表根本的趋势。只要看哪条队更长，谁在前面，我就知道大家是越来越爱我的面包，还是热情在消退。有一天，老城注意到一个改变，这几天很多新面孔和回头客涌入，今日尝鲜队变得越来越长，首次超过并跑到了老街坊队的前面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说明最近面包的受欢迎程度、短期热度已经全面超过了长期以来的平均喜爱水平。这是一个强烈的讯号，小镇对面包的需求正在加速成长，很可能要迎来一波持续的购买热潮。他立刻决定大幅增加烤炉产量，并考虑推出新品。这就是市场的黄金交叉，是看涨和做多的信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老城又看到了一个相反的景象，新顾客变少了，今日尝鲜队越来越短，被老街坊队反超，落在了后面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说明新鲜感正在快速退潮，短期的热情已经无法维持长期形成的购买规模。这是警告，需求可能正在趋势性下降，繁荣期或许要结束了。他果断决定减少每日产量，开始促销库存面包，避免囤积面粉。这就是市场的死亡交叉，是看跌和卖出观望的信号。老城必须等到队伍长度实际改变后才能行动，无法在第一个新顾客增加时就100%确定。MA 交叉也是如此，它确认趋势，而非预测起点，就是滞后性。如果只是镇上临时开集市，带来一群临时顾客，类似市场的短期新闻刺激，队伍变化可能就是假象，盲目增产会导致面包囤积。对应到交易中，这就是假金叉或假死叉、假讯号。聪明的老城不会只看队伍，他还会看库存成交量，听顾客聊天，市场消息，看天气、宏观环境。同样，交易中需结合成交量、其他指标和基本面来综合判断。希望这个故事能帮你把抽象的概念变得生动具体。故事2：三类纪律师傅。在你的投资之路上，有3位师傅一直陪着你。短期师傅10日线提醒你，心不要太急。师傅性格敏捷，提醒你市场会波动，但你不要被一天的涨跌牵着走。不因1天2天上涨就兴奋加码，不因1天下跌就慌张卖掉。短线只是风声，不是方向。他教你心稳，而不是跟住跳动。中期师傅20日线提醒你，要看趋势，不看情绪。师傅通常很冷静，告诉你别被短期噪音打乱，你要看方向，而不是看情绪。看20日线方向，掌握节奏。市场乱，你不乱。上涨不是贪，下跌不是怕，纪律重于情绪。他教你做投资不是反应，是判断。长期师傅60、120日线提醒你，大方向比小波动重要100倍。师傅最稳，最淡定，只讲一句话，凡事看长远，其他都是杂学。长期方向往上，你就持有；长期方向往下，你就降低险。市场再怎么甩，你不被甩出去，稳而不是乱。他教你投资不是比速度，是比耐力。3位师傅共同的纪律法则：全部往上时，做对方向，不急就好。这代表你在上坡路稳稳走，别贪心冲。守纪律，顺势不追高。全部往下时，减码，守心不硬撑。行情在下坡，你要保护自己。守纪律，避开下坡，不硬扛。
短期超越长期时是讯号，黄金交叉，不是冲动。师傅会提醒你，进场讯号只是开始，不是保证。小买，确认，慢慢来。守纪律，分批确认，而不是 OA。短期跌破长期时是警讯死亡交叉，不是恐慌。师傅会说，先减码，再观察，不要崩溃性卖掉。守纪律，减码，而不是情绪化断尾。总之 MA 不只是线，是3类师傅教你：不急、不贪、不乱，用方向做决策，用纪律保护自己。